你觉得 AI 这是个泡沫吗？你这问题就好像 AGI 会不会实现的概念，就是 AGI 是不是泡沫这样，对不对？现在的问法就是说，你要重新定义 AGI 是什么，重新定义泡沫化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当然用所有的 AI， 包含了 Gemini、Cloud、OpenAI 什么。明年还会续订吗？会啊。对啊，就好像你看 Netflix 一样，但就是你会一直续订它。你确定你在同一件事情上只是换别家，可是你不是不用它，所以你已经是在用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它就不会是泡沫。那还有一个是你得到的需求的感觉是又强又急，还是就是又强又急？每个企业又强又急，市场性的体感真的差非常多。而且2年内会做 AI 的厂商突然暴增。我是 AMA 第2届，之前就说没有什么 AI 公司啊，然后这一届看报名，我说那哪一个不是 AI？ 自媒体也可以当 AI 公司，我生图啊，对，这些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都是啊，对，很难说它会是泡沫化的东西，很难，就是它有实际上应用，没错。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我是 Fox， 今天塞恰邀请到的是 APMIC 的创办人 Jerry。那Jerry， 我们要邀请他来，其实讲了很久了，从去年的 AI 生成年会去年版，今年的 AI 生成年会都已经是结束了，已经结束1-2个礼拜，然后我才有机会邀请他来。那这2年你都是他们的首要的 sponsor， 对不对？对，我们跟 NVIDIA 一起。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APMIC 主要在做什么吗 ？OK，APMIC 事实上是一间做数位大脑的公司，然后 focus 在就是帮企业把它的知识 clone 到一个模型里面，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企业大脑上面做各种不同的应用。那简单说就是一个地端的 ChatGPT 的一个服务厂商这样子。OK， 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说你们跟 NVIDIA 已经合作非常的久，比如说这2年年会都是由 APMIC 跟 NVIDIA 一起来赞助的。对，是2023年我们刚加入这个生态圈。它那个生态圈叫什么？我看有什么 Inception， 然后有什么 Inception Program。所以你们是最早的一批吗？我们非常早，2023年加入。但其实在早之前，其实台湾比较少有这样的在推动这样的一个生态。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因为 ChatGPT 出来嘛，然后他就到处找这样的一个厂商。其实有很多非常早期的前辈大们其实都已经有加入，只是当时在 focus 软体的生态是比较少。然后一直到23年。开始 NVIDIA 投入这样软体生态圈之后，大量的在看这些厂商，我们才有机会被受邀进去，然后加入他们来一起打仗。去年的时候，这个黄仁勋这个后面那个 logo 图里面就已经有你们了。对，去年就有了，今年还是有啊。当然，因为今年没上就开始被这纠举说，去年有，今年没有。我的观察是这样，就是我2023年加入之后，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去他的 GTC， 那当然就是每一次都有晚宴嘛。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基本上软体的部分，当时只有去1-2家，不多。台湾，但今年就变多，可能到也许快10家这样子。今年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在 NVIDIA 在观察这个生态圈的部分开始看重越来越多。那甚至是刚结束的 Computex，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场邀请了12家嘛，里面有其中有9家都台湾的厂商。对，所以关注度越来越高。台湾的软体其实可以透过 NVIDIA 这个生态圈越来越好，这样。我也觉得 NVIDIA 在介绍很愿意帮台湾的软体的 AI 公司拉一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就比如说 Meet AI 啊，那他们就是他们就这一年黄仁勋在台上讲，然后就是就说他们有跟台积电合作，然后忽然间瞬间所有人都想这个是谁啊，然后就忽然间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我觉得这真的是 NVIDIA 的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大。对，没错。这因为你创业多久了？我这个公司开了8年，8年大概就2017开始开这件事。这远在于这个 ChatGPT 之前。那2017开始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吗？2017的一开始就在做。2017年的是我们 Transformer 这个 paper 刚出现，然后其实在早之前，大概2012、2013的时候就在看所谓的这个word to vector， 就是向量型的那种文字。比如说磁嵌入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时候看17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一个机会，然后就
开这间公司，然后就做。可是，一开始我们都会想说，我就到处跟别人讲说，我是做 Word to Vector， 然后是做模型的，然后没人听得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对，哇，那这个市场要接受真的是无敌困难，因为根本没有人懂这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懂。OK，对，那怎么办呢？所以很辛苦，你只好有一些界面的东西，比如说做一些 Chatbot 的界面。然后做一些应用场景，你也做 Chatbot， 当然，你就得要先从界面的角度去告诉他说，你可以用在应用场景。所以我在中间我在学习这个创业的过程，我发现其实情境是要优先被考量进去，而非技术。对，所以这是我一路过来的，就是感受这样经验。那一开始就是针对制造业吗？没有，其实我们几乎很多产业都有碰。我们最早当然从那个医疗相关。Okay， 我们最早的客户其实是跟生意有关，那生意的一些门诊的一些 VIP 的 Chatbot 这样子，所以最早的时候，然后当然也有，因为我从裕隆汽车出来嘛，所以我们也接了制造业的纺织类的客户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同时制造跟生意类都在走。OK， 那走着就刚好跟运气很好碰到有所谓政府机关的伙伴们，然后他就是算是中间介绍的那些 partner 们，他就把我们拉去做政府的案子。那几乎是医疗嘛，然后制造，然后政府在做。然后22年的时候 ，ChatGPT 年底刚出来，年初的时候我们刚好快接近年尾的时候，我们就碰到那个银行。所以我们几乎这四个产业都有碰到。哇塞，那你可以分享，就是 ChatGPT 出来之前跟之后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无敌的差别，无敌的大。对，因为一开始我们出来满腔热血，就说我是做模型的啦，然后就可以导什么 BERT 啊这种，一开始就一直疯狂的在讲。那但是大家都听不懂，什么是 BERT？ 我自己到后面才知道什么是 BERT， 我以前就不知道，听不懂，对他们听不懂，然后也不知道说那可以干嘛这样子，然后要解释很久，也许你的销售曲线会拉到1-2年以上，你就是很难去说服他要买这个东西，但即使后来有出Chatbot之后会好一点，但是其实你还是没办法把你这个最好的技术拿出来讲。但是一直到21、22，甚至22年底到23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 AI 的想象变得很多。因为他在家里可能用 ChatGPT 就做个摘要啊，查个资料啊，开始就想象很多，然后开始很多正面啊、负面的讯息出来嘛，他可能会有幻觉啊，做出假的讯息出来啊，等等就开始出现。对，所以在市场上面开始就会有人去尝试做一些应用后，他就来找我们说：“这个可不可以帮我自动生成摘要？对，可不可以帮我判断合约书？可不可以帮我去写报告？”对，就开始想象出现。对，想象出现之后的，其实第一个难题是，大家有了 ChatGPT 之后，就会想说，那是线上的模型啊，那你是 APMIC， 那你跟它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用 ChatGPT 就好了，对啊，就会进入到一个，我要说服他说，地端很重要，资安、资料保密很重要，然后希望他可以使用地端的东西。所以在23年的市场是很多客户其实在用微软的ChatGPT 啊，开始感受这个威力这样子。到24年的时候，大家发现我有些资料是不能往上传的。对，他开始想要落地。对，在25年，我们认定今年基本上就是一个地端的市场的开始。第一个是刚刚讲这些特殊的行业，包含了金融业，包含了制造业，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律师事务所，他可能也不希望这些东西外泄，所以基本上。可能对于，而且有一阵子的新闻都在讲说ChatGPT 会拿你的资料去 train，Google 会拿你的资料去 train， 然后什么的。虽然他说没有，但是有时候你也很难判定到底有没有。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要上云了？对，我最好的就是能够有一台机器放在自己的办公室或机房里面，然后就用我们自己家的资料去训练在我们这边没有上云的。AI 模型没错，然后就可以在我们家我们自己的办公室的领域里面就有一个像 ChatGPT 的界面，但用起来一模一样，但只是放在自己家。对，就是我想要简单表达，就是说这个东西的优势其实不仅仅止于你家有拥有数位大脑，而是ESG 的议题。你可能很想象，其实我们每天对 ChatGPT 讲话，讲你好，它就要被迫要喷掉55cc 的水去做散热。对，可是我把模型落在我们家里。用一般的卡去跑，它每一次讲你好，它喷掉的是0.0001cc 的水，它是相对于这个能源消耗是差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不应该就全部人都一窝蜂在用这个消耗电力的这个取向，而且是当你有非常明确情境需求的时候，它应该要落地，把模型蒸馏成小的，然后让每个企业都可以用这种小模型方式去做应对，比较省资源。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云端的模型有 ChatGPT 啊，然后有Gemini 啊，然后可能这是云端的。那有开源的，开源比如说它可能是这个 Llama， 这个是 Meta Llama，或者是 Google Mistral 也是有他们的，然后甚至 DeepSeek 也是。OK， 那所以你们跟这些模型的，你们有自己的模型吗？我们从开公司在设定这个模型方向的时候，就完全是没有想，就是要劝一个 foundation model。我们其实没有想，我们想要劝，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其实是后来发现说这个成本真的太高了。对，我们有尝试去做 GPT-2 的模型的 fine tune。好，那这好早，当时去对，那很早，那当时去做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成本真的很高。那一路这样走下来，这几年发现一件事，其实你做那些模型的厂商们的财力是无比的雄厚啊！你看那个不管是 Elon Musk、Meta， 那动不动就买个这个几十万、几百万卡片在做，那有新的机房，然后对这个要有很多新的店，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定位场景就不在那，我们是把这些线上看到的开源模型去做一个整理，然后找到最好的那个模型，在你的情境上帮你做 fine tune。所以我们有一组团队在做什么？在做模型的测试，也就是说，我把线上的模型都测了一些分数出来。当我遇到你这个情境，那我就挑一个资质比较好的，然后帮你 fine tune 成你们这个地段的模型，可以用给你，类似像这样。所以你们有自己一个打造的叫做开杠的一个开杠，其实是一个我们根据这些open source 的这些 model， 然后调成自己一个，比如说属于地端型用的一个平台跟模型这样。那早期当然我们是取开杠，我们其实早期有出开杠的模型，然后那个开杠模型我们还打进全世界那个 Hugging Face 排行榜，排名前64这样子。然后我们当时是跟联发科都一起有打进去这样，台湾少数就我们跟他有打进去。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就发现这个名字跟我们平台名称有点重叠，所以我们就自己再取一个名字，现在新的名字叫 Ace One。对，就是新的，但是新的模型大小不太一样。我们早期出的模型大概是20-30B 左右，然后我们这次出的模型其实是3B。但是我们还会再往上出，我们手上还会出30，然后70，一路这样出上去。这会开源，但是模型不太一样，没有开源。我们先开源第一款就是3B 的，然后我们是出推理模型，因为大家知道早期的拉玛模型是没有推理能力，但是推理模型是现在大家的王道，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3B 的推理模型，对，然后是繁体中文。所以跟这些，比如说我们已知这些拉玛这些比较起来，有什么主要的差异吗？差异就是说，我们 focus 在繁体中文，我们繁体中文的分数比没有劝过的，在这个就是分数上面，特定领域上面就可以高出6倍以上的分数，差6倍。也许繁体中文上面，繁体中文差6倍，对。然后还有就是 NCP， 现在流行 NCP 的架构，我们有劝。再来就是推理模型，我们可以让它开始 thinking， 就是涂一些 thinking 的内容，然后再回答案这样子。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思维链，比如说它现在会自己先思考。你会看到，就是比如说 ChatGPT 有什么对，会显示思考说我正在想什么。使用者刚刚问了一个问题，我认为他应该是要做什么，但我在那开始找问题，然后他会有几步这样思考，思考完之后再吐出来一个结果。对，他的结果上面会回答的更精确。对，没错。就像你跟实习生说，你先想清楚再去做事，好不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认为现在的模型基本上跟人感觉都很接近。我那天在思考一件事，我就。因为我朋友有生小孩，然后我就看小孩子会爸爸这样叫。可是呢，我们现在呢，模型一拿来就可以开始讲你好，跟你聊天，而且他可能就是可能刚出来，模型一生出来就会这么厉害。对，就你还想象说，现在这个大脑其实很猛的。对，他几乎还没有到思维链就已经非常的猛了。对，没错。那如果是在垂直领域，比如说刚刚讲制造业啊、金融业啊，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政府啊，你觉得里面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挑战。政府机关，我觉得他投入 AI 真的蛮早，我们很荣幸早期跟很多政府机关合作，然后也做了很多不错的 case，那也是的确都减少了一些他们的一些资本投入，比如说他可能网管一个工程师要看每一天
上千个漏格，我们看不完。搜寻没办法去理解漏格的内容，所以可以做一个 model 让它自动帮它看完。对，这种一个场景，或是审合约，我们要审个1个月，可能帮它自动的看完，可能就半天就审完。这种都是减少它的那个 loading 这样子。那政府机关它需要的是它的难题是它需要定义题目，因为他们对于AI 的想象真的很庞大。就很大，他就想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最好也是可以做把 AI 把工作事情全部都做完这样子。可是其实他需要很多专家进来，对。但是政府机关的专家需要投入，那我们就要去说服政府机关的专家投入这个领域，然后劝出适合的 model 给适合的场景用。这个是一个需要花时间的。对。那同样的例子在金融制造都是差不多。对，金融也是需要很多专业的理专或专业的人出来，愿意去把他的 know how 放进来。对，放进来之后，把一些销售逻辑给劝进去，它可以真的去做出具有销售逻辑的助理。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企业然后有自己原本的这个知识管理系统，然后这知识管理系统这个 KM 就把 KM 所有东西塞进去了，就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吗？塞进去变成很多垃圾文件，因为 KM 里面它留的东西不完全都是真的是你要的。过滤后的知识，有些是可能就有些闲聊也不小心闲聊放进去，有些内部同仁在转影片也放进去，就有的没的都在里面。可是我们在劝 model 的时候，我们要精华。过去我们有客户跟我们说，Jerry， 你们劝一个 data 要100万的资料，然后我就说，对我们没错，我们需要你100万的 data。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题目资料量缩小剩3000笔，对，然后我就说现在只要3000笔，可是给我精要的，我要精要的，对你80万笔100万笔的 data 给我，如果很多垃圾，那我炫进去就是一堆垃圾的模型，它就歪掉。可是如果你给我3000笔精要的，我就可以把你要的东西给做出来，这其实是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中间会有所谓很多这种人工的去标记的作业吗？以前刚开始做的确，就也许这2年就是2年前可能需要，今年开始大家谈的是合成资料，所以你有很大量的合成资料是别人合成完，就是透过模型合成完，然后我在人的工区做 proof， 对，然后再劝进去，现在已经变这样子。因为之前以前国外有一家公司叫 Scale AI， 他们就是传说中了，因为我完全都不知，就是忽然间看到他们这个老板什么这个突然山的王，然后忽然间很红，然后又听到一些新闻报道说他们在什么非洲雇佣人力，然后去做人力标注，然后给人家很少钱，说是一种新的奴工之类的。那样说哇，是有多少量的大量资料要需要这样子去标注，然后来做。所以你之前在2022年或23年以前，主要都是这样做。在这之前，我们其实用了一些人力去标，完全没有错。对，even 是现在你之前在 ChatGPT 刚出的时候，其实他们有说他们用了很大量的标记能力嘛，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标记资料已经都在劝成 model，所以我们其实是靠 model 在帮我们标记，但是你的标记量其实已经越来越少。对，就是已经不像以前要这么庞大的标记量，现在已经都有标记完。可是这是属于是一般大家常见的模型。如果你模型进步到其他的模型类型的时候，那标记的量就不太一样了。对，像比如说机器人的模型，它的标记就非常的吃力，因为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很大量的资料去做，让它做判断。所以还是看不同的题目来取决于你要投入的标记数量。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是在原本聊天的这一个资料里面，标注变少了，对，没错，然后合成资料的使用量变多了，对，就靠合成资料去辅助它。讲一个题外话，我们那天就在看那个 NVIDIA 那个 AI 总监，他们就在讲说，现在物理 AI 就是机器人这边，他们也一样，就是你们这些做网站的说，我们资料很少，我们做这些物理世界做机器人的资料才真的少，超级少。就是他得一直要有一个人戴头盔，然后去模拟所有的动作啊。他需要一些实体的感应数据，才能 sensor data。OK， 所以那个 sensor 还不是你一般就发在那边 sensor， 而是你做那个动作的 sensor。所以它是把连续动作跟影像全部都要输入进去去做 fine tuning。对，所以并不是我们一般说 sensor 收到就算，我们 sensor data 很多 ，IoT data 超多，可是我要做一件事情，那个 data 是少。所以其实我们要的是资料的精华度，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情境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有1000多笔资料，你在这个情境上解决这个问题就1000笔资料，我们是要这个东西。对，所以
资料的品质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因为我看他到现在后来的做法，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好像也开始用合成的 data 了，就是他弄了一个类似那个数位孪生，数位孪生，然后就是让他在里面这虚拟世界里面开始做，没错，然后做了你。但机器人不知道那是真实世界或假世界，反正他就是去弄。你现在也不知道这是真实世界还是假的世界。他就说他在做梦。对对对。这一次的 GTC 他就有特别秀出来，说我们让机器人做梦，然后做梦的时候就在梦里面把情境抽掉，在他的动作上抽掉，抽完他就在梦里面一直重复做这个事情。做梦完之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厉害，这就是他们现在在讲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也算是某种合成 data 吧？对，它是合成资料。对，那它属于物理模型的范畴。哇，感觉，因为因为一开始这种标记啊就很慢，不能讲很慢，就是比较花时间。然后现在合成之后，人再下去 review 就变快。其实那边物理世界。也差不多，只是人要跳出来，他不是 approve 东西，而是要教他，就人动作教他。所以我们家做模型出来的嘛，所以我们有分很多种模型的 fine tune， 比如说从文字的、推理的，然后视觉的，到声音的，到管理模型，到物理模型，我们几乎都有在看。哇塞！对，所以你们现在开杠有哪些，比如实际的这种企业的案例，然后可以分享的吗？其实我们案例非常的多，但就是大部分。不外乎就是做内部，就是内部使用。内部使用是节省人力的部分是很多，我们有节省那种，比如说从原本要做2年的案子，然后他可能就瞬间只要比如说1个月就做完。什么是这么神奇？产品研发，在研发里面的研发的世界里面，它其实需要很多那种数据，然后这个数据需要靠人去生出来，或是很多经验去判断说这个产品要怎么设计，比如说这个水平我要怎么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大小，它是有参数的。OK， 好，那需要去做一些模拟。这个我想要这个参数之后，我要去模拟这个参数可不可行。所以过去就人会去思考说这个参数要怎么去让它保持这个大小。那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想啊，然后去设计这样子。那可能做一个产品可能就要1-2年时间。可是现在有了 AI 进来之后，这个模拟的过程是 AI 去帮你做模拟。然后数位孪生吗？不是，结合数位孪生后的物理模型微调。过去你会觉得数位孪生只是就是一个就是数位化后的 3D， 因为这好像是建模嘛。对。但是现在3D 已经进入到要 fine tune 模型，对，就是把这个东西每天都 simulation 一堆 data 下来之后，然后透过一个 AI 模型去帮你去判断这样可不可行。OK， 但是原本是人做的事情，现在变成是电脑帮你做，因为它变成是几乎时间是无限去尝试，没错，24小时一尝试到可能每段时间试了100个，只要2个中就好了。越多的 GPU 就很快的把它暴力的找到那个解出来。对，所以我们会帮客户去设计一个物理方程式，就透过这个物理方程式去让这个满足，让我的数据能够满足这个物理方程式，然后找到这个设计的逻辑，然后再吐出给客户用这样子。那你过去是2年的时间啊，要研发啊，要想啊，现在就很快可以把它缩短下来。这是一个对台湾制造业一个很好的突破。对，那你觉得现在导入的公司很多，因为你感觉世界很分裂，就是好像有些人连这都摸不着边，然后你听起来又很多人又感觉已经飞天了。对，对于产品研发一直有在投入的供应商们，其实基本上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很够的。就听完黄仁勋讲完之后，可能就来试试看，他就会投入嘛。有没有哪几个产业比较积极啊？制造业就很积极。制造业不是制造业，高科技制造业是高科技制造。对，你们常听到什么5哥啊那种都几乎都有高科技制造业这样子。对，因为他们设计一个产品时间的确都要花蛮长的时间嘛。那现在我要做个壳，感觉要做很久。你做个壳可能要满足某个限制条件。现在这个时代就进入到说，你把数位孪生就是整个世界就是虚拟化，然后再把虚拟化的资料变成一个 token。然后变成 token 之后，再到模型里面去算，然后再做预测，已经到这样子。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数位孪生好了。好对，我们刚刚一堆概念性的数位孪生，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实际上我们有个工厂，然后我们就在虚拟世界建模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工厂。然后呢，里面当然这个模拟以前就好像是一个游戏，它这个工厂模拟器，然后它所有的参数、所有的物理都条件一模一样。好，我们先看为什么要做数位孪生。对，你们觉得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它？
因为比如说我实体的工厂搬来搬去，我可能要有人力啊来调整来调整去，很接近的，就是现在工厂是这样，就是我要盖一个工厂，对不对？我可能要盖很大的工厂，对不对？可是一次就是数十亿、数百亿在投资，对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模拟一下我盖完的时候长什么样？所以他就是把这个题材就数位孪生，我把它模拟，就我先用数位孪生盖完了，就像你们讲的那个模拟器，先盖完了，然后看一下你们的动线啊，然后高度啊、电力插座啊，够不够用，各些东西全部都看完。然后再盖就是变成我现在像做动画一样，我先做那个生成，然后再真的去把它生成分镜图之后，再真的去做动画，类似像这样。所以我几乎整个所有的产业都要这样的东西。有看黄仁勋演讲的人大概都知道，就是有很多电子业，他们自己比如说什么鸿海啊，现在盖新的产线，对，就是我要几个机器手背啊，啪盖上去，然后然后。就开始模拟啊，这样产线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开始大量生产。所以一样嘛，我刚刚讲，他设计这个瓶子，我是不是要先数位孪生一下？对，有个外形出来，对，然后透过这个数位孪生的外形去模拟出我产品真的做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对。所以数位孪生对现在来说，为什么这次Computex 它特别讲很多，就是因为它对未来这个世界的长相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刚刚讲制造业啊，就用这整件事情数位孪生，那我可以用你们地端的这一个 AI 来做吗？当然，我们就是在做客户的这个地端模型。就是假设你这些 simulation 的东西或者数位孪生的东西要丢到云端上，对，你会想一下吧？你们家的工厂机密。资料啊、仓储啊、配置方式啊、模拟方式，都被丢上云上，丢云上，那你是不是被人家看光光？对。那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完全就是在地端的时候，去透过模拟的方式，透过地端的设备去跑，需要吧？而且甚至是你的产能、产量都会被预估起，都会在模拟出来。那模拟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把资料全部往上丢，包含产品设计也是一样，都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不可能往上丢，就要完全地端。所以这样子是最安全的嘛？因为反正没有往网络上往云端上丢，对，没错，放在自己这里，没错。所以我们不仅是这样，我们也有符合我们的设备，就是抓软体丢出来的时候，我们供应的就是有符合27001或是一些资安认证，就完全就是可以符合在没有联网下跑模型这样。所以这听起来也绝对支援所谓的多模态，因为 ChatGPT 我们过去之前都是讲文字，它就是只有单一模态的。对。那我们讲多模态是包含了。这个视觉，还有声音吗？听，然后推理嘛，然后再来就是常讲的是影像，然后影片这些嘛。那我认为多模态还会再往后长2个出来，就刚刚讲的决策管理模型跟物理模型。因为当你的 AI 认识了这个物理的世界的长相之后，它会完全融入，因为都是 token 的东西。对。我们把模型想成是 token 就好，就 token 就一个字一个字，所有东西变成 token 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融为一体？所以多模态是这个概念。所以像我们讲的物理模型，其实提到像券商网提到 Cosmos， 其实它就是一个 token base 的东西。对，所以它把这些超过20万个 video，去把它变成 token， 变成词源。然后当你变成 token 会变成什么好处？我可以用文字告诉他，我说我今天要生成一个梦，Fox 在晚上的时候在路上，不小心碰到麦当劳的店，然后就买了麦当劳汉堡回家，他就这个 token 就过去，直接转成 Fox 在晚上就是那个影片。所以比如说我要模拟什么东西，我模拟现在这个场景，它可以这样 token 模拟 token 模拟，那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prediction？ 对，所以它 Cosmos 就有一个画面，我觉得蛮特别的，他就输入一段话说，请你，他就给一个窗户，他说，请你预测这个窗户的下1秒钟会出现什么东西。他就说，下1秒钟可能会出现一只鸟飞过去，可能有狗跳起来，可能会有个人走过去。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难用，我不知道其他人，那对我来讲，然后还很难想象，就是我可以把图形、文字、声音、影像都变成了这个 token 词源，它是为最基本的单位。所以黄仁勋一直讲说，接下来是 token 经济，没错。然后 token 就是未来的能源还是经济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什么最基础的单位啦。然后它就是钱。我认为它就跟石油一样，跟石油一样。它现在一直不断的讲，大家要盖 AI factory，就是我需要一个 AI 工厂去生产 token。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也是某种 AI factory 的引擎，或者你是小型的 AI。我们是 AI factory 的里面某一个模组，我把它弄成一个模型，兜起来。OK， 我特定场景的兜起来的模型。对，你可以帮我想象，就是长这样。然后我们是常开玩笑，我们是
中央厨房蒸便当，因为我们家是做蒸馏，把大模型缩小，对，然后到客户去嘛，所以我们就蒸很多小模型出来给客户去，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工厂。所以他现在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当有 token base 为基础之后，所有 data 就融进来之后，那你就得靠 AI Factory 去生很多模型出来，到不同场景去。我有个问题，就是 token， 刚刚讲多模态模型可以透过 token 来沟通嘛，但是因为它的 token 的中文叫词源，就会想说那个词源是不是还是一个字？但是我在我想要厘清的是说，如果它是视觉模型，它的 token 是不是就是一个图像或者是一个？不是，就是所有在数学函数里面叫向量。哇，这就更抽象了。13年前 Word to Better 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在谈这个事情。他就在谈说，我跟你的对话变成了向量。什么是向量？每一个字的向量，比如说-1，然后逗号-2、-3、-4，比如1.1、1.2、1.3、1.4，这个向量。这个向量，他认为说我们的世界在沟通的关联，因为我们人在讲话，其实都跟关联有关系。对，所以那个文字跟文字间的关联，就靠向量去做判断。那后来就有人发明说，你用向量，那我就尝试了各种不同去表达这个向量的特征。他可能用实数的方式表达，浮点数的方式表达。后来这群人发现一件事，用浮点数表达比较精致。因为如果因为向量跟向量间的计算其实用三角函数，用 cosine 去算的相似度嘛，这个就是越难的。没有，就是简单说就是相似度在那算。那当我是实数对实数算的时候，其实很难算，距离会很大，因为是1、2、3、4、5、6对7、8、9、10、11，其实很大。可是浮点数很近啊。1.1 跟1.2两个向量其实会很接近，所以细致度就变得很细，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开始就把这个想象成 token。所以你刚刚讲的影像对他来说就变成一个向量。你的影像是狗狗像 Fox 的照片，它就会自动对上一个Fox 的中文字的向量，对它是 Fox 这个图片的向量，它会自己转成向量之后拼贴在一起。所以是数学界的概念沟通。对。电脑的沟通就是长这样，它是用概念来沟通，它全部转成向量了，所以你声音也变成那个样子，影片也是，影片只是把它变成不同 frame， 然后物理决策全部都是，都变成 token， 都是一个，就用 token 思考的电脑科学家，现在变这样子。所以刚刚讲说，他们会原本有一个大模型，然后针对各个不同的客户蒸馏成小的模型，因为现在大的模型其实很万能，对，很万能，非常万能。但是因为很多场景其实你不需要一个万能的，不需要，就需要一个就好像专家就好像我做这个名片王一样，对啊，做的很棒啊，有啊，很棒。就是他只需要做到某一阶段的 OCR， 对就可以了。我不需要 Gemini 的什么最新版本之类，不需要。你的情境就是在那个名片，对，千奇百怪，就是但是这个名片你就解决名片问题。你不需要去比如说什么，你不需要侦测人流啊，然后侦测人脸啊，都不需要嘛，就是名片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说这场景上会特别适合蒸馏成小的模型，针对特别的应用场景去做使用。没错，对，我们就是希望这样才不会大家这个资源消耗太快。对每天就你好，然后55cc 水就不见了。OK， 那现在你最常遇到客户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每次我要导入，然后客户的第一个最大的共同 Q&A， 他会抱怨什么？怎么验收？这大部分都是甲乙双方的难题，就所有的。我怎么知道你做到了？对，对不对？就是我们过去做10几年的资料科学家，这个任务就是非常困难。我们要定义什么叫衡量标准。这衡量标准，我们拿到这个真实世界来看，它就是验收标准。对，好，所以通常这要怎么瞧？对，所以要去设计一个验收标准，就是假设你今天是为了节省人力为你的目标，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你这个情境下，我解决你这个问题之后少了多少人力，这是一个嘛？少了多少人力？或是说你的能力，或是你的能力又可以有多少的人做其他事情？对，这也是一种方法。他会去算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那是一个大方向，对，我们还是先解决现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100个问题里面，我的 AI 可以回答90个，那是一个很具体的就验收标准，对，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谈到的验收标准。比如说我今天问一个，比如说 A 公司的问题好了，我现在假设资料库这边理论上你应该都要回答出来，那问得出去
9成5都可以回答出来，有点像基本能力测验。对，那你想，我们真实世界也是这样嘛？我们小时候长大念书，我们每一关都是什么考试？国小、国中。然后高中、大学，现在 AI 在考试，非常明确。但是 AI 比我们厉害，对，它可能小模型3B 就可以把我们干掉了。对，我最近看到有那个台湾新出来的 AI 模型，已经可以考到什么律师前1%了。对，就不需要很强的模型这样子。是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定义就是，一般的评测标准可能是国因数这种东西。好，那我们圈了几个国因数的 model 出来，在这个情境底下，比如说它是负责写报告的，那我们就会用一个写报告这个评测标准去评测他写出来的报告是不是符合这个企业要的，然后再来推算出他节省多少人力，或是赚了多少钱，这些都是一连串在一起，蛮实际的。对，蛮实际的。那因为这个 Jason Huang 黄仁勋先生有帮你介绍了，那全世界现在知道，你现在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其他市场在打吗？对，有美国市场，对，那也是制造业为主吗？美国制造。然后金融这2个都有 ，OK， 哇，那你现在时间有？对啊，所以就很快要再飞出去。你要再飞出去？对，我3月刚回来，然后难怪这么难约，6、7月就要飞出去。那所以你觉得西方跟亚洲，因为西方模型反而可能比繁体中文好弄，也没有。我觉得整体来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要解决问题是差不多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人力成本比较便宜他人力成本比较贵，他一个人可能是20-30万美金一年，我们的人力成本不一定，有些是看情境嘛，所以当我们要去我们帮他微调一个模型，也许他可能涨了只要10万美金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划算，因为他的人力可能一年消耗是20万美金，对，那一般来说一台机器H100 2张70B 的模型，它可以服务20个人，也就是说，你做一个模型下来，你可以等于乘以20，所以20万美金乘以20，哇，就是他赚到的钱，省掉了钱这样子，又不是赚到，应该算省起来，省下来的钱。对，那对台湾来说，这个差距就不太一样，所以决策点不太一样。对，那如果台湾的人少到一些不行的时候，有可能大家会开始想这个事情。确实，但是我们不会遇到，比如说我乱讲，印度人或者是日本人，甚至是中国人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国但现在可能不是问题了，他自己独立起来了，他自己独立起来，而且可能美国法规现在也根本就不允许你基础建设有碰到他们的任何东西嘛，对，所以他的卡我们也不能用，对，也不能用。所以比如说日本人或者是他们没有类似的企业也在出海或在做类似的 solution 吗？有，但大部分都是朝向 agent 这件事情在看，就是终端用户的场景。我们家很特别，我们就是作为大家的上游。所以说我把模型的 vertical 都做好之后，我的下游是大家的 agent， 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大家都好伙伴。因为我认为 agent 它是一个到应用场景最终端的样子，可是 agent 的能力会跟前面那个大脑能力是有关系。对 ，agent 如果不懂法文，大脑如果不懂法文，agent 就不会懂法文，因为它是连带的东西。agent 是要靠大脑去驱动的，所以我们认为把大脑做好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所以有 fighting 好，或者是已经就是做好了这一个预先的，比如说预训练的模型，我觉得是蛮重要。之前本来那个布丁就是说要，比如说我们去 train 这个 fighting 这个DeepSeek 的模型，或怎么样，变成是我们可以堪用的模型。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是就是大家都想做。所以大家都想要做一个大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最重要，是因为台湾毕竟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大脑。比如说我看 DeepSeek 在中国，其实他们其实不是只有 DeepSeek 用，就是抖音啊，或者字节跳动，或者是腾讯，他们其实都有用了，在用，百度也有在用。我想说，哇靠，你们真的是进展很快。就忽然间，它是一个开源模型，然后大家都可以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忌惮，然后就每个人都拿来自己用，然后也自己放在自己的云上给大家用。对，这个是你想象中我们应该要去渗透的。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这样子。对，我觉得台湾大家都应该要用，而且最好是落地线上通通都用，因为你会知道落地的感觉做到什么程度，它线上的感觉做到什么程度，对，这个你会差异，因为落地跟线上它的价格其实最终场景是不太一样，因为落地可以便宜到很便宜，线上它就是看它有没有砍到骨头，然后价钱有没有杀来杀去来去看这个成本嘛。可是落地成本是可以控制的。但因为这个预训练的模型呢，但我知道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其实像 OpenAI 或者是其他人看到说，就是像 DeepSeek 这么成功，因为它只要变成是大家的一种标准。就是说我最差，我就是用 DeepSeek， 然后 fine-tune 成自己在地端的版本，然后就来用之后，他们在担心这个状况，就是万一除了美国跟中国之外，结果大家剩下的人都因为便宜或其他原因用了这一个开源的 DeepSeek，
就会失去话语权。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你这样这是个优势嘛？就开源之后给大家用，这是个优势。开源给大家用是个优势，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语言模型大概长什么样。你不给大家用，你就会卡在一个地方，就你可能要收费。对，那大家如果因为你收费不来，你就失去了收集资料的可能性。对，我常常跟我们多企业朋友讲说，你现在如果不导入 AI， 因为他常常跟我们说，你那个 B200啊、B300 一直在出新的设备，我到底要买最后一个还是买现在的？我就开玩笑跟他说，那你 iPhone 要买。你 iPhone 如果不买，就不会有后一代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场景推回来，大家要先投入这个场景，先去有机器，然后有一些模型，开始在这个场景下去收集资料。收集资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不收集资料，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对于长远来看，大家会不会用它？对，所以你没有收集资料，像 ChatGPT 出来了，大家觉得3.5烂了，大家骂一骂，可是还是用啊。用了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回馈资料嘛，然后可以修模型啊。对，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先踏入第一步。先把这个情境收集回来，然后看你的哪个场景最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好，我们问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大佬们，第一个当然，比如说黄仁勋讲的是，大家都应该用 AI， 那也要用这个 AI Factory， 然后这个不会有失业的问题，原因是因为 AI。反正有更大的需求，就会害了更多的人。那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讲说，因为我们企业用了，我们会节省人力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对，那我们刚看到另外一派人就说，哇，那接下来可能会有白领大量的失业。那你觉得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我还是觉得用 AI 的人不会失业因为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原本就是很。在写计划书，每天都在写。对，可是你们可能一天只能写1份好了。对，那你瞬间可以写5份。那你的时间就会，就是中间你今天不要写5份，你就写4份，就那1份的时间可以再做其他事，或是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对。那当企业主发现说你可以透过 AI 做更多事的时候，有更多案子，那你就会有更多的案子，一直累积起来。对，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不认为说今天你就因为 AI 出来你就失业，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要去用 Office，就像我们早期大家不用 Office， 就会有一票人说我不用 Office 啊，然后就对不起，就可能就被市场淘汰掉。可是我开始用 Office 了，大家会留住你，因为 Office 可以做很多事。我觉得它就跟 Office 的概念就已经差不多一样，就大家都要会这个东西，未来几乎在5到10年内都要会。那比如说接下来。机器人或自动驾驶，虽然跟你这直接没有相关，但你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会在5年内绝对蓬勃发展的东西吗？我觉得5到10年的几乎都是，就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悬念呢，没有悬念。因为我你在问特斯拉吗？因为我是一个对这很热衷，我很相信这件事情的。但是但我得补充，你讲的。我们在我们的科学内讲的可行，它是一个局限性的。我讲的实现可能是某个区域的实现，某个国家的实现，它是有一个局限性的。它可能不是遍地都实现，你新开挖的路可能还不行之类的，就是有一个局限性。但是基本上现在在凤凰城，或是你听过这些有做自驾的，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很多都已经自驾了，蛮不错的嘛。甚至是上次还播一个影片，说什么警察在对自驾车挥手，他就停下来了，对之类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快。有时候你在看中国的影片跟看美国影片，说哇靠，这有可能吗？因为尤其特斯拉在中国是不能 train data 的，它是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资料去，反正就一个人就进去了。对。那机器人也是吗？你觉得有像马斯克讲那么5到10、5年、3年内，我觉得有点夸张，太夸张。他的时间表是什么？马斯克的2年内，我就可以在家里用那台 Tesla Bot 帮我做完家事，是这样吗？它可以开始量产，然后你可以用比如说2-3万块美金买到，但是 again 这是马斯克时间表，所以你要自己评估一下，要大概好像没有准过1.5倍再乘2倍之类的。但老黄也还是喊这个啊。老黄有喊3年吗？跟着喊哦。老黄有喊3年哦。没有，他没有。我好像没有听到。我看所有的平均大概都5到10年，都5到10年。对，大家平均都是5到10年。但我们还是会在我们运气好，如果稍微活久一点点，不是我们就是不要有意外嘛，那就会看到机器人在路上跑，我们不讲路上跑，在企业里面出现。真的变成现在的机器人早就在企业出现了，也是啦。你现在看那个，对啊，手臂不用了，手臂你现在 Copilot 打开，每人写程式也是机器人啊。我想的是
真实的机器人，会中更多打你一拳的那一种，更完整技能的。我觉得人形它的成本还蛮高的，对，它还没有掉到很便宜。但我觉得，因为我过去8年前，我们跟很多音响朋友都有合作一些案例嘛，所以我认为机器人不应该只受限在形体本身，它应该有不同的形体，各式各样的，对，不同的形体，它满足不同的情境。我觉得机器人比较难做，因为它是要有开模的成本嘛，对，所以它有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形体去服务它。对，大脑比较简单，就是单纯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没有形体的，就是不同情境去劝model，然后去满足。所以大脑跟机器人的未来应该会很密切的在做配合。那机器人这个场景应该很快，大部分都有，只是价格可能还是太高。那你觉得 AI 这是个泡沫吗？什么叫泡沫？很多人都有问。泡沫就是说它过度于吹捧，而没有真的落地实地的估值比价值还高太多。对我来讲，它不是啊，就是说它跟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了一堆音法，这一堆音法是没有人用的状态，跟现在我们投入的这些机器，100%运转，而且用了很多电，这是真实存在的。你觉得是哪一种状态？你这问题就好像 AGI 会不会实现的概念，AGI 是不是泡沫这样，对，就好像在问这个事。AGI 没有，他现在的问法就是说，你要重新定义 AGI 是什么。我们现在每个都要重新定义泡沫化是什么，是不是？但实际上，我们理论上，因为大家都在用，重点是大家都在用。对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觉得很真实，就是因为我个人不准，就是我当然我用了所有的 AI。就是包含了 Gemini、Cloud、OpenAI 什么，大概能够定的我都定了，所以对我来讲，也是超级 adapter。它不算是，它不太像是泡沫。那你觉得你现在明年还会续订吗？会啊，对啊，那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了。我可能会少掉1-2个了。当然，但是就好像看 Netflix 一样，它就是你会一直续订它，但是你可能就是换，你不一定，但是你确定你在同一件事情上只是换别家，可是你不是不用它，对，不是你不看 Netflix 或不看那些影集，这样不是，所以你已经是在用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它就不会是泡沫。那还有一个是你得到的需求的感觉是又强又急，还是就是没有，就是又强又急，每个企业一样，每个企业又强又急。有了，我要答案就是这个，又强企业级真的是又强又急，没有开玩笑，没有开玩笑，就是从你2022年以来感受指数型成长。对，那就是差非常多。100倍的感觉，100倍，哇，这是指数型感觉。我的同事的体感也是100倍的操劳，我已经，这是好事。刚才想说，就年终奖金发多一点，然后出去玩多一点，大家一起发大财掉就好了。市场性的体感真的差非常多，这是一线。那是2年内，而且2年内会做 AI 的厂商突然暴增到，也许好像超过1000家以上，台湾。对，因为就跳出来说我是做 AI 的，然后就超级多这样。因为我有这个提案，因为我是 AMA 第2届，然后我在协助看，不知道是最新一届的，然后之前就说没有什么 AI 公司啊，然后这一届看报名的就是这个申请的名单，我说那哪一个不是 AI？ 就是科技类组的，然后我看。80%大概都 AI， 因为你就一定会用到这里面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然后多或少，然后只是你怎么用。没错，我也可以说我是 AI 公司啊，一人 AI 公司。对啊，可以啊，自媒体也可以当 AI 公司，我生图啊，对，这些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都是啊，对，就你好像不是泡沫化，没有很难说它会是泡沫化的东西，就是它有实际上应用。没错 ，OK， 好吧，那我问一些其他的，那在房忙，你现在无敌霹雳忙了，对。那你这个最近你会从事什么样的运动或休闲娱乐啊？我其实平常有超慢跑，是原地慢跑的概念。OK， 那通常要持续多久？通常持20分钟到40分钟。超慢跑其实不是很慢，对不对？它不是很慢啊，就是在原地跑的意思。OK， 然后还有看书，其实我看蛮多书的。对，但是我是这样子，我通常把书打开，我不会记书名，我不会去记书名，但我会记得那个书名在讲什么这样。然后我有时候从自传类看，或是从那个管理书籍看，然后再来就是有些是从比如说强化学习这种 paper 啊、论文这种书会看，然后再来就是财务类，我都到处都有看。你是看电子书还是看实体书？都有。论文的话，我们有现在论文更快的看法，就直接就看摘要这样子，很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实体的书，我的实体书蛮多的，那你实体书是？而且我认为实体书有个好处就是你会不用把笔电打开，然后眼睛亮亮的在那边看，就是你真的是
纸本，然后再翻这样子。对，你会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还是你会跳着看？速读不会，我会第一页。你是跟我一样传统式，你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看，可是我看很快，刷过去这样子，刷过去，对对。因为有些人是什么跳着章节，说这一段我不喜欢，因为我们聊过这么多人，有些人是不是这个方式？跳着看，就找他要的地方看。但是我觉得看书真的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就是除了你实际的场景应用之外，还有一些管理哲学，其实都书里面要学到。有些你不一定问得到做法，但是你书看得到。那你不会问 AI 吗？我乱讲的，这个是一个我很早几年没有这么厉害的 AI， 现在我会问 AI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探寻企业知识。对。那管理知识，我觉得 AI 可能很难直接回答你，所以我就是透过看管理书籍，比如说《创新的两难》，你没有看过吗？有啊，那个很久、很典型的书，我都是这些书我都有拿起来看这样子。对，因为我早期看的书比较多是技术类的书，然后现在就开始看很多管理经典的管理书，对，经典的管理书这样。创新的两难还有什么？比如说你再讲一本《黄仁勋传》，这太狗了，不给过。还有看李菲菲出过那个李菲菲那本书也不错。OK， 看见世界，对，看见世界那个也不错。对，但这都很 AI。然后还有财务类的书，财务类的书比较偏向是因为我不是广告我对财务不是熟悉的，所以我就看一些财务的书去了解什么叫做那个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的财务报表，对，现在学这样子。OK，管理书籍我最喜欢看的其实是自传类的，比如说 Elon Musk 的自传，然后比尔盖茨、贾博士的自传，对，然后我们最近力推，你有看过原始码比尔盖茨了吗？还没，比尔盖茨好看，对，我们前天才访问这个译者，然后因为这本书其实在台湾已经出了好几个礼拜，可能上一两个月，但我们几个来宾力推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还不错，力推。可是我看完书的时候，我心得是 AI 真的很强，因为 AI 会记得那些东西，看完了只是融进去，可是你有时候会忘记它，就是你不会这么记得这个书的内容，可是 AI 可以帮你把每本书都记得很清楚。我觉得说我们真的已经输给 AI 了，向量跟 token 的厉害。对，我认真说，真的差好多。所以你现在可以问他一些管理哲学，可能都是从那些书跑出来的东西。对，我之前有你共同认识的朋友，他的方式就是他就是直接说，请你用这个康贝尔的，没有康贝尔，你扮演某个知名管理大师然后请你跟我讲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比如说像我在做名片网的时候，我其实请他帮我算了几个成本模型，比如说用哪个 AI，它的成本多少，然后假设一个月被呼叫14000，哪一个比较便宜，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减少那成本，我就问他准吗？我那个时候已经用到的是 Gemini 2.5 Pro 的最早版本，很强了，我觉得超强的，他数学，我觉得他数学比 Cloud 好，所以我觉得这 AI 真的不会泡沫化，你会觉得？对，不会啊，真的，他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用。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讲说，请你扮演一个 SaaS 服务的大师的这个定价策略大师，然后我要比如说成本是多少，不能超过多少，然后什么这样，他会帮我算吗？是准的吗？准我看起来，我其实大部分时间他是做那个成本模型计算，我大部分时间看论文。那以前我们看论文很花时间，我们是一篇一篇看。现在不是，现在是我就告诉他说，我要查出这个最佳化模型最近5年的研究，帮我就是写一份报告这样子。OK， 按下去，他直接跑了100多个网站，什么 deep research 就是全部都跑完了说，帮你写一份报告，然后我看还有 reference。全部都弄好了，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然后我就求证一下，点下去还不是假的，因为一开始刚出模型的时候，按下去空的幻觉，就按下去还真的有论文呢。所以说现在在看论文的速度就比以前快非常非常非常多。最早以前还要查字典，有没有？在我那个念书那个时候，很早期，因为那个单字有些蛮深色，就是很要查一下，什么意思？对，要查一下。哇，那现在不是，现在全部都写好报告，而且要用中文给，对，中文给中英对照。然后现在新的那个。Gemini 不是那个什么你用 Deep Research 之后，它可以变成语音摘要，对，就直接 Podcast 直接听，这样确实，现在这个如果你要吸收知识，几乎没有你得不到知识。我觉得最大的难处还是你如何人们要有足够动机去学习新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动机完全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真的，我们这个时候学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是困难，所以我们常会跟我员工说，你要随时保持学习，而且你保持学习的方式几乎是可以零成本。对，你上网 Notebook LM 弄一下，然后 Deep Research 弄一下 ，Gemini 弄一下，哇，那就都是你的学习资源呢。对，学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
非常夸张。对，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这个最终还是你要有这一个动机啦。那但这个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难处，就是要避免恐怖分子拿到这些知识。坦白说，那是两面刃。对，就是跟物理，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很担心。我们最近就有同事在想，就是以后地端模型会不会是，或是说 open 的模型会不会有些是塞了一些不正当的言论，对，然后发表出去，然后让它 download 下来，变成是不正当言论的那个模型，然后用模型的人被影响到。就是前阵子不是有人说什么玩 ChatGPT 然后变成什么无神论什么，就有一些宗教议题跑出来，对，一样的。我们在地端模型会不会有人塞的东西恶意的，那你就刚好 open source download 下去，没有验证过，然后就带回家，哇，你们人在用的时候就刚好就这又是资料的问题，新的假消息非常夸张，万能包。对，所以我认为每个企业要 enterprise 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你不可能把所有这些 open 模式拉下来，然后玩一玩就用。老板也不可能就请大家download，虽然老板认为就 AI 可能就download open source 就好，可是问题 open source 藏了什么东西你完全不知道，或是藏了一些恶意指令，你download下来，恶意指令开始启动就报到你们家的电脑里面去。因为现在下指令很快啊，那就是一个脑啊，你就想它是一个脑，3GB 或是6GB 的一个脑在你家，然后开始做很多事，你问他诺贝尔的东西，他都可以回答你，你跟他用 AI 指令，他都可以直接吐出来。哇塞，很恐怖哎！对啊，所以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风险，用使用这些模型，治安风险其实也是蛮高的。对，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发展的机遇跟风险啊，都并存。没错。最后一个，我们我们要讲理财，你个人怎么理财？分散投资，分散投资是必要的。OK， 美股，然后那些都有。这个议题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开场合对问，我们从来不讲这个。因为我们访问一些成功人士大，我们还是蛮想知道说他大概是怎么配置。因为比如说，当然有房地产啊，什么美股啊、美债啊、指数型投资啊，或者是加密货币啊，你讲基本上我都有，全部都有，哇塞，都有涉猎，哇，所以几乎都会。那你觉得那分散投资是必要的？但是配重最大会是哪一个？当然是自己公司啊！有道理哦，这也是标准答案的。很多人都这样讲。你当然是要自己公司，你是开公司的。但其实开公司蛮花钱的，开公司很花钱啊！你配重比例当然自己公司最高。哇，你这是所有人的综合答案，因为都有。因为有些人就说没有，全部都是公司股票，all in，然后有钱就继续买公司股票。我说哇靠！对，所以那是一种好方向。确实，因为尤其你这个又在这个指数型需求啊，显然对我们是自己的公司的股票已经贵到买不了了，所以只好买外面的。太好了，好，那接下来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就是说你们有新的产品会推出吗？我们9月会跟大家公布。OK， 好，敬请期待。好，感谢 Jerry， 那我们期待9月新品的发布。谢谢，很荣幸可以跟你们交流，谢谢，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